我只是个抢不到春运高铁票的北漂青年，却在小年这天遇上天降异象，卧室凭空出现个穿粉色唐如裙的绝美小团子。本以为是走丢的汉服小模特，殊不知这竟是大唐晋阳公主小四子。更离谱的是，我的一举一动正被头顶天幕直播到历朝历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在围观。此时，小丫头正处于一种我是谁，我在哪，我不是在玩风筝吗的极度懵逼状态。苏晨咽了口唾沫，试探性的往前凑了凑，那啥，小朋友，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进来的？苏晨环顾四周，门锁着，窗户关着，这里还是16楼，这孩子难不成是穿墙进来的？还是说这是最新的3D 全息投影技术？听到苏晨的声音，床上的小团子终于回过神来，他抬起头，那双如同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瞬间蓄满了泪水，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奇怪衣服、头发短短的怪叔叔，小团子嘴巴一扁，发出了足以萌化全世界的声音：呜，阿爷阿娘，这里戏哪里呀？我怕怕！轰！这带着浓浓奶音的哭腔，瞬间击穿了苏晨的心房，也击穿了天幕下无数古人的心。大唐位面，李世民的心都碎了，恨不得顺着天幕爬过去。别哭，四子别哭，阿爷在，阿爷在这呢。那个怪男人要是敢动你一根汗毛，镇住他9族。长孙皇后更是泪如雨下，我的女儿啊，你怎么到了那般陌生的地方？现代苏晨顿时手忙脚乱。作为一个单身狗，他最怕的就是2件事：一是抢不到票，二是小孩哭。哎，别哭别哭，别嚎啊，小祖宗！苏晨赶紧把可乐瓶扔掉，双手举过头顶做投降状，试图散发自己那为数不多的亲和力。我不吃人，我是好人，这里是我家。小团子抽抽搭搭的止住了哭声，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歪着头，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打量着苏晨。过了半晌，他才吸了吸鼻子，诺诺的问道：“你系谁呀？你的头发肿了这么短，系和尚吗？”噗！苏晨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和尚，我这可是刚做的锡纸汤，托尼老师收了我800块呢。我不是和尚，我是哥哥，对，叫哥哥。苏晨强行解释，然后指了指小团子的衣服：“小朋友，你这身 cosplay 挺专业啊，哪个剧组跑出来的？燕兵妈电话多少？我给你送回去。”小团子眨巴眨巴眼睛，一脸茫然。cos 哭累记什么？能期吗？电话又记什么呀？苏晨完了，沟通有代沟，这孩子看着挺机灵的，怎么连电话都不知道？此时，苏晨忽然注意到了什么，他凑近看了看小团子的衣服布料，入手丝滑，光泽柔和，上面的刺绣针脚细密的令人发指，那金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作为一名做视频的 UP 主，他为了做古风视频也没少买汉服，几千块的高定他也见过，但跟眼前这身衣服比起来，那些所谓的高定简直就是地摊货。这布料，这刺绣，苏晨心里咯噔一下，这要是剧组的道具，那这个剧组得多有钱啊！这金线是真的吧？苏晨又看了看小团子的发饰，那珠花上的珍珠圆润饱满，光泽温润，虽然不大，但一看就不是某宝9块9包邮的塑料珠子。苏晨倒吸一口凉气，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想法，凭空出现，听不懂现代词汇，一身价值连城的真家伙，还有那一口一个阿爷阿娘的古称，该不会？苏晨深吸一口气，蹲下身子，尽量让自己的视线和小团子平齐，语气变得异常温柔：“小妹妹，你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团子见这个怪叔叔似乎没有恶意，而且长得虽然奇怪，但还算白净，心里的恐惧稍微少了一些。他2只小手搅在一起，乖巧地回答道：“我叫四子，大名李明达，阿爷叫窝四子，阿娘也叫窝四子。”轰隆隆！如果说刚才只是心里咯噔一下，那现在苏晨感觉脑子里直接炸了一颗 HD。四子李明达，这不是历史上那位唐太宗李世民最宠爱的掌上明珠晋阳公主吗？我勒个去！苏晨 EPG 坐在地上，指着电脑屏幕上还在显示的抢票失败，又看了看床上萌萌哒的小四子。老天爷，我只是想要一张回家的车票，没想要一个大唐的公主啊！这要是被李世民知道我管着他闺女，我是不是得被凌迟处死，然后再诛失族啊？天幕下，李世民看到这一幕，虽然听不懂苏晨嘴里的车票 HD 是什么意思，但看到苏晨那震惊和敬畏的表情，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算这小子识相，还知道怕。既然知道是朕的四子，那你就得给朕好好伺候着。若是恶兽啊，朕……李世民说到一半，突然想起自己根本够不着对方，只能无能狂怒地拍了一下龙椅，气煞震也。而在苏晨的房间里，小四子似乎是坐累了，想要动一动，结果刚一抬脚，肚子就发出了一声不合时宜的声响，咕噜噜。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这声音显得格外清晰。小四子的小脸瞬间红成了大苹果，2只小手捂着肚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2根食指在肚子上戳啊戳。小郎君，我苏晨看着眼前这个可以萌死人的小祖宗，无奈地叹了口气，认命般地从地上爬起来。行吧行吧，不管你是穿越的还是哪家走丢的富二代，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既然到了我家，那就不能饿着你。不过苏晨看了看窗外，这大过年的，也不知道这小祖宗能不能吃得惯咱们现代的科技与狠活啊。苏晨的这间出租屋虽然不大，但好歹是正经的小区房，供暖那是杠杠的，尤其是地暖，烧的那叫一个足，室温常年保持在26度以上。平时苏晨在屋里都是穿着短袖裤衩乱晃，只有出门拿外卖才得披件大衣。然而对于刚刚从大唐穿越过来的小四子来说，这一切都太陌生了。阿 T 小四子捂着小鼻子，打了个可爱的小喷嚏，他缩了缩脖子，下意识的想要裹紧身上的衣服。大唐的冬天可是很冷的，哪怕是在皇宫里，也就是靠着炭盆取暖。那种炭盆虽然暖和，但总有一股烟火气，而且离得远了冷，离得近了烤得脸疼。最重要的是，一旦离了炭盆，那空气里的冷意可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小四子下意识的觉得这里也会很冷，他可怜巴巴的看着苏晨，奶声奶气的说道：“小郎君，好冷呀，有没有炭盆呀？”四子想烤火。苏晨正在那翻箱倒柜找吃的，听到这话愣了一下，他看了看墙上的温度计，27摄氏度，这温度他在屋里都要冒汗了。这小丫头还寒冷。再一看四子身上那层层叠叠的襦裙，虽然看着料子好，但毕竟是古装，透气性不说，这包裹的也是够严实的。哎呦我去，我倒是忘了你是从古代来的。苏晨一拍脑门，反应过来了，这小丫头刚才应该是刚从外面穿过来，身上的寒气还没散呢，或者是心理作用，而且她还穿着那么多衣服，在这里热出毛病来才对。四子乖，这里不用炭盆。苏晨笑眯眯的走过去，像个诱拐小红帽的大灰狼，咱们这里有神仙法术，不用火也能暖和。说着，苏晨为了证明这一点，极其潇洒的把自己身上的加绒卫衣给脱了，里面就穿了一件海绵宝宝图案的短袖 T 恤。呼，热死我了！苏晨拿着卫衣扇了扇风，
风，一脸惬意。你看，哥哥都穿短袖了，一点都不冷。小四子瞪大了眼睛，看着苏晨光溜溜的胳膊，小嘴变成了 O 型。他伸出一根碧艳嫩的小手指，小心翼翼地戳了戳苏晨的胳膊，热乎的，真的不冷耶！哇，小郎君好厉害！小四子满眼崇拜，真的不冷哎，这里暖暖搭像春天一样。他这才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并不是冰冷的，反而有一种温柔的暖意包裹着他。这种暖不是炭盆那种燥热的暖，而是均匀的、无处不在的暖。就连 PG 底下的床单好像也是温温的。大唐立正殿这一幕再次让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看傻了眼。李世民指着天幕，惊得胡子都在抖。这是何等妖术？那窗外分明是大雪纷飞，看那雪势比长安城的冬日还要严酷几分，可谓是滴水成冰。可这屋内那名为苏晨的男子竟然只穿一件单衣，甚至还露着胳膊，而且四子也说像春天一样。李世民低头看了看自己大殿内摆放的几个巨大的铜炉炭盆，为了维持立正殿的温度，这炭盆昼夜不息，用的都是上好的银丝炭，无烟无味。即便如此，离得远了些，还是会感觉到一丝凉意。需要披着大氅，难道那仙剑真的能无视四季更替？长孙皇后也是一脸不可思议，不见明火，不见烟尘，这暖意究竟从何而来？这简直是神迹啊！大明紫禁城，朱元璋看着天幕，手里的烧饼彻底不想吃了。他虽然当了皇帝，但骨子里的抠门属性那是刻在 DNA 里的。每年冬天，光是皇宫里的取暖费，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木炭要钱吧，运送要钱吧，还有那些贪官污吏中间还得飘没一笔。咱的乖乖，朱元璋眼珠子都红了。这苏晨住的房子看起来也不大，不像是皇宫啊，咋就能这么暖和？要是咱大明也能有这种法子，那每年得省下多少银子，那能养活多少兵马？这也太奢侈了，太会享受了。清朝乾清宫，乾隆皇帝手里攥着核桃，一脸的不屑，但眼神里却出卖了他的羡慕。奇迹外巧罢了，朕富有四海，什么好贪用不起，还需要这种看不见的东西。说完，他紧了紧身上的貂皮大衣，对着旁边的和珅发火道：这炭盆怎么灭了？想冻死朕吗？再去加2斤。和珅苦着脸，皇上，这屋里已经够热了，再加就得烤熟了。现在小四子终于确认了这里真的很暖和，他学着苏晨的样子，笨拙的想要脱掉外面的大袖衫，热，四子也要脱。苏晨赶紧上手帮忙。好家伙，这唐朝的衣服穿起来麻烦，脱起来更麻烦，解开了好几个带子，才终于把那件厚重的外袍给扒了下来。里面是一件粉白色的中衣，衬得小四子更加 FN 可爱，舒服多了。小四子长舒一口气，在床上开心的滚了一圈，像只刚晒完太阳的小猫。然后他又想起了什么，光着小脚丫就要往地板上踩。哎，别动！苏晨眼疾手快，一把捞住了他的小脚丫，入手温润细腻，软绵绵的。虽然有地暖，但地上脏啊，小祖宗。苏晨把他抱回床上，然后犯了难，你这也不能一直光着脚啊。这绣花鞋虽然好看，但在屋里穿不舒服。苏晨想了想，转身去门口的鞋柜里翻找，有了，他翻出一双自己之前买的，但是因为太 S 气一直没敢穿的皮卡丘毛绒拖鞋。虽然是 C2 的尺码，给小四子穿就像是穿了2艘船，但好歹能保暖防脏。来，把脚伸进去。苏晨把2只巨大的 HS 皮卡丘放在床边，小四子好奇地盯着这2只 HS 大老鼠。借戏什么呀？大脑许长得好奇怪哦，他的脸肿了细 HS。苏晨忍着笑，这是皮卡丘，是种神兽，能放电的那种，穿上它你走路就会带风，特别威风。神兽！小四子眼睛亮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小脚丫伸进毛茸茸的拖鞋里，软乎乎的，毛茸茸的，比宫里的锦鲤舒服多了。他试探着站起来，拖着2只大拖鞋在地板上走了2步，吧嗒吧嗒。虽然有点不跟脚，但那种踩在云朵上的感觉让他心气不已。嘻，好玩！小四子开心的咯咯直笑，拖着皮卡丘在屋里转圈圈。小囊君窝骑着神兽啦大秦咸阳宫，嬴政盯着那双皮卡丘拖鞋，神色凝重。HS， 此乃土德之色，或者是皇室专用。那怪兽虽然长相滑稽，但那眼神中透着一股睿智。后世之人竟然能驯服如此怪兽做成鞋履，果然深不可测。大唐立正殿，李励志看着天幕上妹妹那开心的样子，忍不住露出了羡慕的神色。阿爷阿娘，你们看那个鞋子好像很软和的样子。四子笑得好开心啊，他在宫里都要守着规矩，走路都要慢行，从来没这么肆意的跑过。李世民本来还在纠结那个皮卡丘是个什么妖兽，听到女儿这话，心中不由得一酸。是啊，四子自幼体弱多病，在宫里都是被精心呵护着，但也像个笼中鸟。在这个陌生的后世，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但他看起来真的很自由，很快乐。算这苏晨小子有点良心。李世民傲娇的哼了一声，不过这鞋子也太丑了，黄不拉几的，成何体统，哪里比得上宫里的凤头铝精致？现在玩够了拖鞋，肚子 KY 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咕噜噜，这次声音更大了。小四子停下脚步，捂着肚子，抬起头，用那种湿漉漉的小鹿般的眼神看着苏晨。小囊君，范。四子想气范。苏晨看着这萌死人不偿命的表情，心都要化了。好，吃饭。既然你来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咱们今天就得吃点好的。虽然外卖很方便，但苏晨总觉得给这大唐公主吃地沟油外卖有点罪过。正好昨天刚囤了点货，苏晨走到冰箱前，那是 SK 门的超大冰箱。当他拉开冰箱门的一瞬间，里面的灯光亮起，冷气扑面而来，满当当的食材展现在眼前，红得发亮的番茄，绿油油的青菜，整齐的鸡蛋，还有那一排排花花绿绿的饮料快乐水。小四子正拖着皮卡丘跟在 PG 后面，一抬头就看到了这个发光的大柜子，他惊讶的小嘴微张，哇，这里面怎么这么亮，而且还冷冷的。小囊君，借系你的藏宝库吗？苏晨拿出一个番茄和2个鸡蛋，笑道，差不多吧，这是百宝箱，今天咱们不做复杂的，哥哥给你做个独门绝技西红柿鸡蛋打卤面，保准你连舌头都吞下去。小四子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西红柿，也不知道什么是打卤面，但是听到百宝箱里拿出来的东西肯定很好吃，他用力地点小脑袋，好呀，沏面沏好沏的面。天幕下看着苏晨手里那个红彤彤圆滚滚的东西，大明的朱棣皱起了眉头，那红色的果子是什么？大唐的李世民则是盯着那满一冰箱的物资，尤其是那一排排整齐的鸡蛋，这后世的鸡蛋为何如此之大，且大小如一？还有那些绿菜，如今可是寒冬腊月啊，长安
三成的菜蔬早就枯了，唯有皇家暖房还能存下些许韭黄。这苏城一介平民，家中竟有如此新鲜翠绿的蔬菜，这后世的百姓，李世民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震撼。日子过得竟然比朕这个皇帝还要滋润吗？吸溜，随着最后一口面条被吸进那樱桃小嘴里，小四子捧着比他脸还要大一圈的海碗，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那双原本还有些惶恐的大眼睛，此刻因为美食的抚慰，已经舒服的眯成了一条缝，像是一只吃饱喝足正在晒太阳的小橘猫。好吃，真大好吃呀！小四子放下碗，还没忘伸出 FN 的小舌头，把嘴角沾着的一点番茄汤汁给卷进嘴里，嗝一声清脆的小奶嗝，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小四子瞬间僵住了，他的小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疼得一下红透了，两只小手慌乱的捂住嘴巴，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苏晨，满眼都是羞涩。在宫里，嬷嬷教过礼，公主是用膳时不能发出声音的，更不能打嗝，那是失仪。苏晨看着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伸手扯过一张抽纸，动作轻柔的帮他擦了擦嘴角。没关系，打嗝说明咱们四子吃饱了，这是对哥哥厨艺的最高赞赏。苏晨把纸巾揉成团，极其自然的来了一个3分投篮，精准的扔进了垃圾桶。在大唐，也许规矩多，但在哥哥家，怎么舒服怎么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打嗝放屁那都是人之常情，憋着多难受啊！小四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放下捂着嘴的小手，软糯糯的说道：“小郎君真好比嬷嬷好，吃饱喝足，人的思绪就容易飘。”小四子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两只穿着皮卡丘大拖鞋的小脚丫悬在半空中，一晃一晃的。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那里没有熟悉的宫灯，也没有巡逻侍卫的脚步声，只有远处偶尔闪过的车灯流光，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和孤独感突然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小丫头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还因为西红柿鸡蛋面而开心，这会儿小嘴一扁，眼眶又红了。她转过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正在收拾碗筷的苏晨，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小郎君，怎么了？”苏晨回头：“你真的认识我的阿耶吗？”小四子吸了吸鼻子，眼里含着2包泪。我阿耶叫李世民，系大唐的皇帝，他在家里可厉害了，大家都怕他，但系他对四子很好。你认识他，能不能告诉他，让他在家里乖乖的，不要着急，四子会回去的。苏晨看着小丫头那期待又害怕的眼神，心里猛地一软，这孩子自己都丢了，还担心那个千古一帝的老爹着不着急。苏晨放下碗筷，擦了干手，走到沙发旁蹲下，视线与四子平齐。他并没有把这当成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而是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认识，必须认识啊！”苏晨伸出手，轻轻揉了揉四子那柔软的双压髻，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和敬佩：“你阿耶李世民，那可是咱们华夏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别说我认识了，你随便上大街上拉个人问问，上到99，下到刚会走，谁不知道唐太宗的名号？哪怕是在1000多年后的现在，提到你阿耶，大家也得竖起大拇指，喊一声。”苏晨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亚洲州长，天可汗！”轰！随着苏晨这句话出口，头顶那片神秘的天幕瞬间在各个平行时空掀起了惊涛骇浪。大秦咸阳宫原本还在研究苏晨那双皮卡丘拖鞋到底是什么神兽皮做的嬴政，在听到1000多年后这几个字时，整个人如同被五雷轰顶，咣当，他手中把玩的一块极品玉珏直接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但这位千古一帝此刻根本顾不上心疼玉石，他猛地冲到大殿门口，死死地盯着天幕，双眼赤红，呼吸急促的像是一头暴怒的雄狮。1000多年后，他在说什么？那个叫苏晨的后世之人，他在说什么？嬴政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带着颤抖和不可置信。既然是1000多年后，那如今这天下竟已不是我大秦的天下。大唐李世民，那是何人？那是何朝代？寡人的大秦呢？寡人奋6世之余烈，扫 LH 统八荒，书同文，车同轨，自认为功盖3皇5帝，欲传之万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和悲凉感瞬间击穿了这位始皇帝的骄傲。殿下的李斯、王翦等文武百官更是吓得跪倒一片，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大秦亡了，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天塌地陷。不，寡人不信。嬴政猛地拔出腰间的天问剑，剑指苍穹，怒吼道：“这定是妖言惑众，这定是6国余孽弄出来的幻术。告诉寡人，这大唐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这李世民凭什么能被后世铭记？大唐贞观未灭。”与大秦那边的如丧考妣不同，立正殿内的气氛瞬间从刚才的焦急变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狂喜。原本正在因为女儿失踪而暴躁的李世民，在听到苏晨那句上到99，下到刚会走，谁人不知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眨了眨眼，原本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嘴角控制不住的开始疯狂上扬。嗨嗨！李世民战术性的咳嗽了2声，试图维持一下帝王的威严，但那眼里的得意却是怎么也藏不住。他转头看向长孙皇后，语气中带着几分我就知道的傲娇：“灌阴币，你听见了吗？这后世的小子倒也算是个明白人。1000多年后啊，没想到朕的名号在1000多年后竟然还如此响亮。”长孙皇后虽然心里还挂念着四子，但看到丈夫这副模样，也是忍俊不禁，配合的温婉一笑：“是，陛下文治武功，天下归心，后世之人铭记也是理所应当的，那是自然。”李世民一甩袖袍，在大殿里背着手走了2圈，脚步都轻快了不少。不过李世民突然停下脚步，摸了摸胡须，一脸好奇，他刚才说的那个亚洲州长是个什么官职？还有那个天可汗。听到天可汗3个字，李世民的眼睛亮得像2个大灯泡。这时候他虽然已经威震四方，但还没正式被四夷军长尊奉为天可汗。如今从后世之人口中听到这个称呼，那种爽感简直比在大夏天喝了一碗冰镇酸梅汤还要透心凉。天可汗，天下的可汗，哈哈哈！好名字，看来朕日后定是做到了万邦来朝，四夷宾服。李世民越想越美，看着天幕里的苏晨也顺眼多了。这小子虽然拐了朕的四子，但看在他说话这么好听，又给四子做饭的份上，朕就暂且饶他不死。现代客厅，苏晨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话已经让秦始皇破防，让唐太宗飘上了天。他看着四子那一脸懵懂的样子，继续开启了科普模式。小四子，你可能不知道，你阿耶李世民是个非常厉害的皇帝。苏晨竖起大拇指，语气夸张：“他会打仗，年轻的时候带着兵马把那些坏人打得落花流水，什么王世充、窦建德，在他面前那就是个弟弟。他还特别会治国，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穿暖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他治理下的大唐是当时整个地球上，不对，是整个天下最强大的
大的国家，没有之一。那时候别的国家的人想要来大唐，那都得排队，大家都以能当大唐人为荣。所以啊，你作为他的女儿，那可是超级无敌尊贵的掌上明珠。这一通彩虹屁拍下去，效果立竿见影。小四子虽然听不懂什么王世充、夜不闭户，但他听懂了最厉害，大家都能吃饱饭，最强大。小丫头的眼睛越来越亮，原本的泪水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骄傲。她挺起小胸脯，像个骄傲的小孔雀。阿叶最厉害了，阿叶每天都要看好多奏折，都要忙到很晚很晚。说到这里，小四子又有些心疼的低下头，两根手指戳了戳，阿叶好辛苦大。苏晨看着这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小棉袄，心里不由得感慨：李世民啊，李世民，你有这么个闺女，这辈子真是值了。好了，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了。苏晨站起身，拍了拍手，既然吃饱了，也夸完你爹了，咱们得干点正事了。正事？小四子仰起头，好奇地问：什么系正事呀？系要读书吗？一想到读书，小丫头的脸又垮了。读什么书？大过年的读什么书？苏晨大手一挥，我打算带四子回家一起过年，让你体验体验不一样的过年气氛。在此之前，得先把你这一身虽然很贵，但这不适合出门的行头给换一换。苏晨指了指四子身上那层层叠叠的襦裙，又指了指窗外，外面现在可是零下10度，还下着大雪。你穿这一身出去，虽然好看，但绝对会冻成冰棍。走，哥哥带你出去买新衣服，买那种红彤彤、暖乎乎，还有大兜兜能装糖吃的衣服。买衣服，女孩子对新衣服的热爱，那是不分年龄、不分朝代的。小四子瞬间把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眼睛里闪烁着名为购物欲的光芒。好呀好呀，四子要穿新衣服，要红红搭，像灯笼一样搭，没问题，安排。说走就走，但在出门之前，还有一个巨大的工程换装。虽然苏晨打算去商场现买，但总得先出门吧，总不能让大唐公主裹着床单出门，那回头率太高，容易被当成 BT 抓起来。苏晨翻箱倒柜，终于从衣柜的最深处挖出了一件传家宝，那是一件他上初中时买大了，后来也没怎么穿过的深蓝色加厚款羽绒服，而且最 S 的是，这件羽绒服为了追求当年的非主流潮流，帽子上还缝了2只尖尖的耳朵，后面还有个短短的尾巴，看起来像个变异的蓝色大企鹅。来，四子，先把这个穿上，咱们凑合一下。苏晨拿着这件对他来说已经小了，但对四子来说简直就是睡袋的羽绒服，像裹粽子一样往他身上套，抬手伸进去，哎对，头钻出来，一番折腾后，小四子只露出了一张粉雕玉琢的小脸蛋，整个人都被淹没在了这件深蓝色的羽绒服里。袖子太长，苏晨给他卷了4、5道，才勉强把他的小手露出来，下摆直接拖到了脚踝，连裤子都省了。扑苏晨看着眼前这个圆滚滚，走起路来像个不倒翁一样的蓝色生物，没忍住笑出了声，完美，这下绝对动不着。小囊君，小四子艰难地抬起沉重的胳膊，像个小企鹅一样扑腾了2下，借个衣服，好重压，而且好像个球球，重是重了点，但暖和啊。苏晨拉着他走到玄关的全身镜前，来看看咱们的小公主多可爱。玄关处那一面巨大的落地镜前，当小四子摇摇晃晃地走过去，看到镜子里那个清晰无比的自己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瞬间定格在原地，大眼睛瞪得滚圆，小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哇！一声充满惊恐和震撼的尖叫声在玄关回荡，小四子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结果因为衣服太厚重心不稳，EPG 坐在了地毯上。他指着镜子，声音都在发抖：小囊君，有妖精，里面关着一个四子，还有一个小囊君。在大唐虽然也有铜镜，但哪怕是皇宫里最顶级的磨光铜镜，照出来的人影也是昏黄模糊的，只能看个大概轮廓，哪里见过这种连每一根眼睫毛，甚至连脸上的小绒毛都能照得清清楚楚的镜子。在小四子看来，这根本不是镜子，这是把魂魄给吸进去了。大唐立正殿这一幕的冲击力，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简直是 HD 级别的。哐当，长孙皇后手中的茶盏再一次牺牲了，但她根本顾不上被烫红的手指，整个人直接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天幕正下方，仰着头，痴痴地看着那面镜子。这世间竟有如此生物！长孙皇后的声音都在颤抖，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渴望。清如秋水，明如日月，那镜中之人竟然与真人毫无二致，连发丝，连眼神都一般无二。若是能用此镜梳妆，那是何等的幸事啊！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来说，每天对着昏黄的铜镜梳妆，那是多大的遗憾！谁不想看清楚自己真正的容颜？而此时，立正殿的那些嫔妃们更是嫉妒的眼睛都红了。天哪，那是什么镜子？若是能有一面这样的镜子，便是让我少活10年，不20年，我也愿意啊！陛下，臣妾也想要那个镜子。陛下，李世民被炒得脑仁疼，但他自己也同样震撼。这后世的工匠技艺竟然精湛至此，如此纯净无瑕的琉璃，哪怕只有巴掌大一块，在大唐也足以换一座城池。这苏晨竟然把这么大一块稀世珍宝，就这么随随便便摆在门口，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大秦咸阳宫，嬴政关注的点却完全不一样，他死死地盯着小四子身上那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尤其是帽子上那2只尖尖的耳朵，还有衣服上印着的一个卡通恐龙图案，那是何物？嬴政指着那个卡通恐龙，神色凝重，头角峥嵘，身披鳞甲，虽然画风有些怪异，但这莫非是龙？后世之人竟然把龙纹穿在身上，而且这龙为何长得如此肥胖？难道后世的龙都吃得这么好吗？现代玄关，苏晨赶紧把坐在地上的蓝企鹅扶起来，不怕不怕，四子不怕。苏晨笑着拍了拍他的背，指着镜子解释道：这不是妖精，这叫镜子，和你家里的铜镜一样，只不过我们这里的镜子做得更清楚一点。你看，你动一下，里面的四子也动一下。苏晨拉着四子的小手挥了挥，镜子里那个裹成球的小团子也挥了挥手。小四子小心翼翼地凑过去，伸出小手摸了摸镜面，冰冰的，滑滑的，并没有把手吸进去。真大哎！小四子眨了眨眼睛，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镜子里的四子也吐了吐舌头。恐惧消散后，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新奇。小四子开始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左照照，右照照，还不忘整理一下自己乱掉的刘海。小囊君，里面的四子好清楚呀，原来四子长这个样子呀。四子真好看。苏晨，这小丫头这么小就学会自恋了，果然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不分年龄。行了行了，别臭美了，回来再照。苏晨看了一眼时间，再不走商场都要关门了。他蹲下身，拿出一双之前翻出来的厚棉袜，给四子套在脚上，然后又把那双皮卡丘大拖鞋给他脱下来，换上了一双他还没穿过的新运动鞋。好了，全副武装。苏晨站起身，拿起车钥匙，走，出发。苏晨走到门口，握住门把手，轻轻
轻一压，咔嗒，厚重的防盗门被打开，一股冷风顺着门缝钻了进来。虽然楼道里没有外面冷，但比起屋里的地暖，温差还是挺明显的。小四子缩了缩脖子，下意识地抓住了苏晨的衣角，半个身子躲在他后面。对于这个从未踏足过的陌生世界，他还是充满了本能的畏惧。苏晨察觉到了他的紧张，反手握住了他那只软乎乎的小手，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别怕，跟着哥哥，哥哥带你去做一个会飞地盒子。两人走出家门，来到了楼道里。此时楼道里一片漆黑，小四子紧紧抓着苏晨的手，声音颤抖：“小囊君，嘿嘿，啪啪。”苏晨微微一笑，没说话，而是极其自闭地咳嗽了一声，咳啪。随着这声咳嗽，头顶的声控感应灯瞬间亮起，原本漆黑一片的楼道，顷刻间充满了柔和的光明。小四子，他猛地抬起头，看着头顶那个会自动发光的小太阳，又看了看苏晨的侧脸，小嘴再次变成了 O 型。小囊君只是咳嗽了一声，光就来了。这是什么神仙法术？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天幕下，大汉、未央宫、汉武帝刘彻正喝着酒，看到这一幕，手里的酒爵直接洒了一地。这是什么妖法？不需要火折子，不需要点灯，只需一声咳嗽，光明自来。难道这苏晨竟然是可以号令光明的神将？刘彻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若朕能得此人，若朕的大汉能有此等神术，那匈奴何愁不灭？朕的长生大业岂不是唾手可得？大明皇宫，朱元璋则是看得目瞪口呆，随后一拍大腿，好家伙，这灯还能听懂人话，人来了就亮，人走了是不是就灭了？这也太省油了吧！这后世之人看着败家，没想到在这些小地方还挺会过日子的。现代电梯口，苏晨牵着还是呆滞状态的小四子，站在了两扇紧闭的金属门前，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梯。苏晨按了一下下行键，那红色的数字开始跳动，16、15、14，四子准备好了吗？苏晨低头看着已经裹成球的小丫头，坏笑道：“咱们马上就要体验瞬移下楼的快乐了。”小四子咽了口唾沫，死死盯着那跳动的红色数字，感觉那像是某种怪兽的倒计时。小囊君，这个盒子真的会飞吗？叮！随着一声清脆悦耳的提示音，面前这两扇紧闭的金属大门忽然缓缓向两侧划开，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钢铁怪兽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而最让小四子感到惊恐的是，那个嘴巴里竟然也是亮堂堂的，四面都是光溜溜的墙壁，而且悬空在那个黑漆漆的洞口里呀！小四子吓得一声惊呼，像只受惊的小鹌鹑猛地往回一缩，整个人直接藏到了苏晨的大腿后面。他死死拽着苏晨的裤腿，探出半个包着蓝色羽绒服的小脑袋，大眼睛里写满了恐惧。小囊君，不要进去！他把门打开惹，他要欺人惹，里面是空的，会掉下去的。看着小丫头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苏晨是既心疼又想笑。也是，对于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小朋友来说，这种自动开合的金属门，还有那种深不见底的警告恐惧感，确实挺吓人的。别怕别怕，这不是怪兽。苏晨蹲下身，耐心地安抚着这只炸毛的小企鹅。这叫电梯，是咱们这儿特有的机关术，它不会吃人，它就是个负责把咱们从天上送到地上的大篮子。来，哥哥抱你进去。苏晨怕电梯门超时自动关闭夹到人，干脆一把将裹成球的小四子给抄了起来，抱在怀里，大步流星地跨进了电梯轿厢。天幕下，大秦、咸阳宫，嬴政的手心都捏出了一把汗，他死死盯着那个方方正正的金属盒子，这就进去了。这苏晨胆子竟然如此之大，那铁门自动开合，毫无人力推拉的痕迹，这分明就是墨家失传已久的机关术。一旁的李斯也是面色苍白，颤声道：“陛下，您看那墙壁，光可见人，甚至能照出人影，这究竟是用多少铜镜拼接而成的？如此奢靡，如此精巧，但这铁盒子悬在半空，若是那绳索断了，岂不是要粉身碎骨？”大明、紫禁城，朱棣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他想起了自己为了修缮宫殿，那些工匠运送巨石木材时的艰难，这东西能载人，不需要人力背负，不需要不粘。若是朕的皇宫里也有这么个玩意儿，朕以后上朝岂不是不用爬那些该死的台阶了？朱棣摸了摸自己那条老寒腿，眼中流露出了浓浓的羡慕。现代电梯内，苏晨抱着四子站定，按下了1楼的按钮，叮，电梯门缓缓合上。这一下，封闭空间带来的压迫感瞬间袭来。小四子紧紧搂着苏晨的脖子，把小脸埋在他的颈窝里，根本不敢看周围。嗡，随着一阵轻微的电机启动声，电梯开始快速下行，那种特有的失重感瞬间传遍全身，脚下的地板仿佛突然消失了一样，整个人都在往下坠。哇呜！小四子吓得浑身一哆嗦，两只小短腿下意识的就在空中乱蹬，像是在找着力点。小囊君，地在动，地在跑，呜呜，我们要掉下去惹，要摔成肉饼惹！阿耶，救命呀！苏晨赶紧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像哄婴儿一样晃悠着。没事没事，这是飞的感觉。你看，咱们不是掉下去，咱们是在飞下去，很快就到了。数3个数，2。就在这时，电梯显示屏上的数字从16快速跳到了8。叮，电梯突然减速，然后稳稳的停住，门再次开了。小四子以为到底了，刚想松口气，结果门外并没有出现地面，而是站着一个烫着卷发的大妈，手里还牵着一根绳子，而绳子的那一头牵着一只体型巨大、浑身金毛、吐着舌头，看起来比小四子还要大上1圈的金毛巡回犬。这只金毛显然是憋了1天没出门了，一看电梯门开了，兴奋的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汪呜，它热情地叫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但在封闭的电梯间里还是挺有穿透力的。小四子刚抬起头，就和这只庞然大物来了个对视，那金黄色的长毛，那巨大的嘴巴，还有那红红的舌头。在大唐，狗大多是看家护院的土狗，或者是皇室狩猎用的细犬，哪里见过这种长得像狮子一样的生物？小四子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书本上画的猛兽，那是狮子还是传说中的酸泥啊？有大脑斧！小囊君快跑！有狮子，金色的狮子！小四子吓得差点从苏晨怀里跳出去，两只小手死死捂住眼睛，瑟瑟发抖。天幕下，大唐立正殿，狮子李世民原本还沉浸在电梯的精妙中，此刻看到那只金毛大狗，瞬间惊得从龙椅上弹了起来。护驾，护驾！那是何物？金毛附体，体型硕大，这分明就是西域进贡的雄狮。苏晨，你若敢让朕的四子被这猛兽伤到分毫，朕发誓要绝了你的祖坟！长孙皇后更是吓得花容失色，捂着胸口，差点晕过去。四子，我的四子，那猛兽离他那么近，这可如何是好？大汉、未央宫，汉武帝刘彻也是瞪大了眼睛。
睛，酒杯捏得咯吱作响。好一条猛犬，不，这哪里是犬，这分明是祥瑞之兽，通体金黄，毛发柔顺，且不带一丝杂色。后世之人竟然能驯服如此威猛的野兽作为宠物，而且还用绳子牵着，这要是松开绳子，岂不是能生撕虎豹？清朝御花园，乾隆皇帝看着自己脚边那只正在撒欢的金巴狗，再看看天幕上那只威风凛凛的金毛，突然觉得自己的狗不香了。这就是后世的狗，为何长得如此高大威猛？这莫非是天狗下凡？那个妇人竟然能驾驭此兽？后世的百姓难道个个都身怀绝技不成？全时空的古人都被这只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大暖男的金毛给吓得不轻。毕竟信息差这东西，有时候真的能吓死人。电梯里那只名为豆豆的金毛犬，显然是个社牛，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猛兽，反而因为看到了小朋友，尾巴摇得更欢了。它稍微往前凑了凑，湿漉漉的黑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眼神里满是清澈的愚蠢和友善。哎呦，小苏啊，这是你家孩子。牵狗的正是楼下的王大妈，是社区里出了名的热心肠。她看着苏晨怀里那个裹得像个蓝色企鹅，吓得直发抖的小团子，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长得真俊啊，这大眼睛，这小脸蛋，跟个瓷娃娃似的。苏晨赶紧侧了侧身，挡在四子和金毛中间，笑着解释道：“是啊，王姨，这是我那个表妹家的孩子，过年来我这儿住几天，表妹家的。”王大妈一脸我懂的表情，眼神在苏晨身上扫来扫去，真的假的？我看这孩子长得跟你还挺像的，该不会是你这小子偷偷在外面的？苏晨满头黑线，打住，王姨，真是亲戚家的，我连女朋友都没有呢。此时，小四子虽然捂着眼睛，但耳朵却竖得尖尖的。他听到了那个牵着狮子的人在和苏晨说话，语气好像很和蔼，而且那个狮子好像并没有扑过来咬人。小丫头壮着胆子，悄悄把手指缝露开一条缝，只见那只巨大的金色怪兽正乖巧地蹲在地上，歪着脑袋看着他，嘴巴张着，舌头伸出来哈气，嘴角微微上扬，看起来竟然像是在笑。小四子发出一声轻微的疑惑，他在笑吗？王大妈那是养狗达人，一眼就看出了小姑娘的害怕，她赶紧拽紧了绳子，笑着对四子说道：“小宝贝，别怕，这是豆豆，它是狗狗，不是大老虎。豆豆很乖的，它最喜欢小朋友了，从来不咬人。”说着，王大妈还拍了拍金毛的大脑袋，豆豆，给妹妹笑一个。金毛极其配合，立刻把脑袋凑过来，发出呜呜的撒娇声，还用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苏晨的裤腿。苏晨也低头对怀里的四子说道：“四子，你看，这是修沟，它叫金毛，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狗狗，是暖男哦。”暖男，小四子不懂这个词，但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大家伙好像真的没有恶意，而且那一身金黄色的毛毛看起来好软好舒服的样子呀。小孩子对于毛茸茸生物的抵抗力基本为零。在确认安全后，小四子慢慢放下了手，他盯着金毛那双无辜的大眼睛，他真的不欺人吗？小四子奶声奶气地问道。不吃不吃，他只吃狗粮。苏晨笑着抓起四子的一只小手，要不要摸摸看？小四子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抵挡不住诱惑，他小心翼翼地伸出那只被羽绒服袖子裹了一半的小手，试探性地往金毛的头顶探去，近了，更近了。终于，指尖触碰到了那温热柔软的金色毛发，金毛豆豆舒服地眯起了眼睛，还主动把脑袋往上顶了顶，方便小四子摸。一种从未有过的触感传遍了指尖，软乎乎，暖洋洋，比宫里的丝绸还要滑。哇！小四子的眼睛瞬间亮了，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恐惧瞬间烟消云散。他大胆地伸出两只手，在金毛的大脑袋上也是一阵乱入，好软呀，好舒服呀！大狗狗，你好乖呀！金毛也很享受，甚至还得寸进尺地舔了一下小四子的手心呀，好痒！小四子咯咯直笑，在苏晨怀里扭来扭去。小囊君，他的舌头热热哒湿湿哒。天幕下，大堂立正殿，原本紧张的快要窒息的李世民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酸了。是的，酸了，酸得像吃了10斤柠檬。这就摸上了。李世民指着天幕，一脸的不可置信，还有浓浓的醋意。那是个畜生啊！四子，你不怕他咬你吗？而且你看四子笑得那么开心，朕平时想摸摸他的头，他都怕弄乱了发髻要躲开，现在居然去摸那个长毛怪，还有那个苏晨。李世民咬牙切齿，什么叫表妹家的孩子？朕什么时候成了你表妹的亲戚了？你也配？等朕把你抓回来，定要治你个欺君之罪，大不敬之罪！长孙皇后看着丈夫这副吃醋的样子，忍不住掩嘴轻笑。陛下，您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您看那只大狗，确实温顺得很，眼神清澈，想必在后世也是被精心驯养的。四子能有个玩伴，也是好事啊。长孙皇后看着天幕中女儿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心中满是慰藉。在那冷冰冰的后世，能有这么温暖的生物陪着四子，她这个做母亲的也能放心不少。大明紫禁城，朱厚照正德皇帝看着那只金毛，眼睛都在放光。好狗，真是一条好狗。这狗看起来比虎豹还威猛，却比猫还温顺。朕的豹房里养了那么多猛兽，却没一个能像这样让人随便摸的。要是有机会，朕一定要弄一只这种金毛来养养。现在丁电梯终于到达了1楼，门一开，一股冷风夹杂着雪花的气息扑面而来。虽然单元楼门口有挡风帘，但那种冬天的肃杀感还是瞬间把人拉回了现实。王大妈牵着金毛先一步走了出去。小苏啊，那我先带豆豆去溜一圈，这天怪冷的，你也早点带孩子去办事吧。好嘞，王姨，回见。苏晨笑着告别，金毛豆豆还一步3回头，似乎舍不得这个新认识的小朋友。小四子也趴在苏晨肩膀上，冲着金毛挥挥小手，大狗狗拜拜，下次再一起玩呀。送走了邻居，苏晨并没有急着走出单元门，外面风大雪大，要是站在路边等车，非得把小丫头冻感冒不可。他掏出手机，熟练地点开了那个橙色的 APP 滴滴出行，咱们先叫个车。苏晨单手操作，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的点击定位，幸福小区西门，终点万达广场，呼叫快车。屏幕上的小圈圈转了几下，很快就显示已为您接单，司机李师傅，距您1.5公里，预计3分钟后到达。车型白色。
大众朗逸。苏晨把手机屏幕凑到四子面前，指着上面那个移动的小汽车图标，看，咱们的坐骑马上就来了，你看这个小车正在往咱们这儿跑呢。小四子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上那个会动的小图标，哇，小囊君，你在召唤天兵天将吗？你对着这个黑盒子点几下，车就自己跑过来了。苏晨嘿嘿一笑，捏了捏他的小脸蛋，差不多吧。在这个时代，哪怕是1000里以外的车，只要哥哥手指一点，他都得乖乖跑过来接驾。这就叫科技改变生活。天幕下，三国蜀汉丞相府，诸葛亮手中的羽扇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死死盯着苏晨手中那个小小的方块，上面那个清晰的地图，还有那个正在移动的小点，这是何等的生物？诸葛亮的声音都在颤抖，缩地成寸，千里传音，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那小小的盒子里竟然装着整个长安城的地图，而且还能实时看到车马的位置。若我大汉能有此物，诸葛亮眼眶泛红，仰天长叹：若有此物，我又何须担心粮草不济？何须担心街亭失守？只需一点，便知敌军动向；只需一点，便可调动千军万马。这后世之人，难道人人都是神仙吗？大秦咸阳宫，嬴政也是看得头皮发麻，随叫随到。这就是后世的传唤。寡人要想召见一个臣子，还要派人骑马去传旨。这一来一回，半日便过去了。这苏晨不过一介草民，竟然能让车马如此听话。那黑盒子究竟是何方法宝？难道里面锁着土地神的魂魄？在古人震撼的目光中，苏晨抱着四子推开了单元楼厚重的防风门帘。风雪之中，一辆白色的轿车正如同一匹温顺的白马，缓缓停在了路边。那辆白色的轿车缓缓停在了路边，双闪灯像2只橘黄色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苏晨把怀里裹成蓝色企鹅的小四子往上拖了拖，指着那辆车说道：“看，咱们的坐骑到了。”小四子从羽绒服的领口里探出小脑袋，瞪大眼睛打量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他没有腿，也没有马头，只有一个光溜溜、白得发亮的身体，还有4个黑乎乎的圆轮子。最奇怪的是，他的眼睛还会发光。小囊君，小四子有些紧张地抓紧了苏晨的衣领，奶声奶气地问道：“这个白色的铁盒子，就系我们的坐骑吗？他没有腿，也没有尾巴，他怎么跑路呀？他吃草吗？”苏晨忍俊不禁，伸手帮他把被风吹乱的刘海理了理。他不吃草，他喝油，而且他不需要腿，他有那4个轮子，跑起来比汗血宝马还快呢。走，咱们上车，外面冷。苏晨拉开车后座的门，一股暖风夹杂着淡淡的车载香水味扑面而来。师傅，尾号8866，去万达广场是吧？苏晨一边护着四子的头让他钻进去，一边熟练地跟司机对暗号。驾驶座上，一位穿着厚羽绒服、戴着黑框眼镜的大叔回过头来，笑呵呵地看了一眼。对嘞，尾号8866，手机尾号12344是不？没错。苏晨钻进车里，关上门，世界瞬间安静了。风雪被隔绝在窗外，车内的暖气足得让人想睡觉。小四子坐在真皮座椅上，感觉屁股底下软绵绵的，还甚至有点弹弹的。他好奇地按了按身下的座椅，然后想起了什么，立刻坐直了小身板。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皇家教养。他看着前面那个握着圆形盘子的大叔，虽然心里有点怕生，但还是鼓起勇气，双手交叠在身前，微微颔首，用那种最标准的宫廷礼仪，脆生生地说道：“司机叔叔，你好呀，我叫四子，给叔叔请安了。麻烦叔叔带我和小囊君去那个万达场进。”车里大概安静了3秒钟，司机大叔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抖了一下。他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那个粉雕玉琢、穿着企鹅服、梳着发髻的小团子，整个人心都要化了。哎呦我去，小伙子，你这闺女，这也太招人稀罕了吧！司机大叔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声音瞬间加了起来。哎呦，不用请安，不用请安。你好呀，小朋友，你这也太有礼貌了。我开了10年滴滴，头一回见到这么懂事的小乘客，还得给我请安，哈哈哈！这要是给我儿子看见，非得羡慕死不可。苏晨在旁边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赶紧打圆场。嗨，那啥，师傅见笑了。家里平时教的比较严，喜欢看古装剧，有点入戏太深。天幕下，大堂立正殿，原本看到女儿进了一个陌生铁盒子的李世民，此刻正黑着一张脸，死死盯着那个司机大叔的后脑勺。李世民重重地哼了一声，鼻孔里喷出2道粗气。这赶车的车夫何德何能？朕的四子乃是大唐嫡长公主，金枝玉叶，居然给一个车夫请安，还要叫他叔叔，他也配？李世民越想越气，手里的玉如意都快被捏碎了。朕平时想听四子叫一声阿耶都得哄半天，这车夫倒好，见面就叫叔叔，气煞朕也。一旁的长孙皇后倒是看得开，她温柔地劝慰道：“二郎，你这就有些过了。所谓入乡随俗，四子在那边孤苦无邻，礼多人不怪嘛。你看那车夫听到四子叫他，笑的那叫一个开心，想必也会多照顾四子几分。咱们四子这叫聪慧，知道在那边要讨人喜欢。”长孙皇后看着天幕中女儿那乖巧的小模样，满眼都是慈爱。再说了，你看四子那礼仪，那是刻在骨子里的高贵，即便是在那奇怪的铁盒子里，也不是皇家风范。大唐东宫，太子李承乾正和几个弟弟妹妹围坐在一起看直播。魏王李泰指着那个司机惊叹道：“大哥，你看那人手里握着的圆盘，那个圆盘一转，这铁盒子就转弯了。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思南车改进版？”长乐公主李丽质则是拖着下巴，一脸羡慕。那个椅子看起来好软啊，比咱们马车里的软垫还要软。四子坐在上面一点都不颠簸，要是我也能坐一坐就好了。现在车内随着苏晨系好安全带，司机大叔一脚油门，车子缓缓滑出路边，汇入了主干道的车流中。强烈的推背感袭来，小四子吓了一跳，小手下意识地抓住了旁边的车门扶手。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木和楼房，小嘴微张，大眼睛里写满了不可思议。哇，好快呀，小囊君，这个白盒子比阿耶的马还要快，而且一点都不颠簸哎。在大唐，哪怕是李世民的御辇，走在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那也是会有震感的，更别提如果是跑起来，那更是颠的骨头都要散架。可现在这个铁盒子跑得这么快，居然稳得像坐在榻上一样，就连苏晨保温杯里的水都没有洒出来。那是当然，苏晨笑着解释道：“这车有减震，路也是柏油路，平得很，而且这还不算快呢。等咱们上了高架桥，那才叫快。”前面的司机大叔是个话痨，一听这话，乐呵呵的接茬道：“那是，这可是大众德系车，底盘稳着呢。不过小伙子，听你闺女这口音，不像本地人啊。还有马，这年头谁还骑马啊？”司机大叔透过后视镜，好奇地打量着苏晨和四子。苏晨心里咯噔一下，来了，经典的拷问环节。他赶紧祭出早就准备好的万能借口：“
脸上堆起淳朴的笑容。嗨，师傅您眼尖，这不快过年了吗？我是专门回老家把这孩子接过来的。他一直在大山里的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住，村里闭塞，没通网，也没见过啥世面。平时在村里也就是骑骑驴、赶赶马车啥的。这不，第一次进城，看啥都新鲜。司机大叔一听，顿时恍然大悟，眼神里瞬间多了一丝怜爱。哎呦，原来是留守儿童啊，怪不得呢。我看这孩子穿的倒是挺好，就是这说话透着股让人心疼的劲儿。没事没事，进城好啊，大城市里好东西多着呢，一会让你哥，哦不，让你爸带你去好好逛逛。小四子听不懂什么叫留守儿童，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山里，但他听懂了司机大叔语气里的善意。他眨巴着大眼睛，对着后视镜甜甜一笑，谢谢叔叔。叔叔的车真厉害，比大将军的马还要快。天幕下，大秦、咸阳宫，嬴政看着窗外那飞速倒退的景色，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这速度虽然比不上刚才那个高铁，但也绝对是日行千里的神驹，而且如此平稳。嬴政转头看向李斯，指着天幕说道：“李斯，你看看那路面，漆黑如墨，平整如镜，不见一丝泥泞，不见一颗石子，这是何物铺就？若我大秦的直道也能铺上此物，那朕的铁骑岂不是能一日之内直抵匈奴王庭？”李斯也是满头冷汗，拿着竹简的手都在抖。陛下，此物臣闻所未闻啊，那似乎并非石板，倒像是一种凝固的黑色油脂。这后世的工匠简直是有鬼神之能啊！大汉、未央宫、卫青和霍去病就生俩，此刻正凑在一起，对着那辆大众朗逸评头论足。霍去病眼馋的都要流口水了。舅舅，你看那4个轮子，他不用马匹拖转，自己就能跑，而且转弯极其灵活。若是能给我1万辆这种铁盒子，不用1万辆，给我500辆，我就敢带着他们冲进漠北，把匈奴单于给抓回来，给陛下跳舞。卫青虽然稳重，但也忍不住点头。此物确实利于行军，最关键的是，他似乎不知疲倦。马跑百里须为草料，需休息，但这铁盒子似乎能一直跑下去，神器，当真是神器啊！车子上了高架桥，速度果然提了上来，窗外的风景变成了连绵不断的钢铁森林和高楼大厦。小四子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那些高耸入云的楼房，小嘴就没合拢过。哇，那个房子好高呀，都要抽到天上去了，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吗？苏晨在一旁耐心的解说，那不是神仙住的，那是写字楼，是大家干活的地方。干活？小四子不解，干活为什么要爬那么高呀？不怕摔下来吗？苏晨想了想，可能是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吧。车里开了大概10分钟，许是因为气氛太安静，或者是因为快过年了。司机大叔觉得得搞点气氛，他伸出手在那个中控大屏上点了一下，滋滋，随着电流声闪过，车在音响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喜庆至极、锣鼓喧天的前奏，咚咚隆咚锵，咚咚隆咚锵。紧接着，一个富有磁性、充满喜气的中年男声瞬间充斥了整个车厢。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这一嗓子直接把正趴在窗户上的小四子给吓了一激灵呀！小丫头猛地缩回脑袋，惊恐的四处张望，谁在说话？小囊君，有人藏在盒子里。他指着那个发出声音的黑色小喇叭，大眼睛里写满了惊慌。就在那里，有个鼠鼠藏在里面，他在唱什么发财？苏晨赶紧按住他乱挥的小手，忍着笑解释道：没人藏在里面，这是留声机，就像是把你阿爷说话的声音装在罐子里，想听的时候就打开盖子放出来。这首歌叫《恭喜发财》，是专门过年听的，图个吉利。司机大叔也乐了，跟着音乐哼了2句，然后回头笑道：咋样？这歌带进步，刘德华唱的。咱们中国过年要是没这首歌，那都不叫过年，这就叫年味儿。牛德华。小四子眨巴着眼睛，跟着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旋律好洗脑呀。听着听着，小四子竟然觉得也没那么可怕了。那个声音虽然大，但是喜气洋洋的，让人听了就想跟着扭2下。特别是那句我恭喜你发财，听起来就很高兴的样子。天幕下，大唐立正殿，恭喜发财。李世民听着这直白、露骨，甚至有点俗气的歌词，眉头微微皱起。这是何等靡靡之音？歌词如此直白，满口都是发财、红包，这后世之人难道都如此重利吗？在大唐，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弹钱那是俗气，正经的宫廷乐舞那都是秦王破阵乐这种大气磅礴的，或者是霓裳羽衣曲这种仙气飘飘的，哪里有这种上来就祝你发财的？然而坐在下面的程咬金却听得津津有味，这老货忍不住跟着节奏拍起了大腿。好啊，陛下，俺老程觉得这歌好听，多喜庆啊！过年吗？不就是图个高兴，图个发财？那些文绉绉的诗词歌赋听得俺脑仁疼。这歌好，通俗易懂，俺也想发财，俺也想精彩。程咬金这一带头，旁边的尉迟恭也跟着点头。没错，这调子听着就热闹。若是军营里放这个，那帮兔崽子肯定乐呵。李世民看着这帮老兄弟那副没出息的样子，无奈的扶额，但听着听着，他也忍不住跟着那魔性的节奏抖了一下腿。嗨，虽说词藻不够华丽，但确实挺热闹的。这刘德华，莫非是后世的乐圣？大明、紫禁城，朱元璋听得眉开眼笑。好，这歌好，咱就喜欢听这个。发财好啊，百姓发财了，国库才充盈，百姓发财了，才有饭吃。那个什么礼多人不怪，说的太对了。朱元璋指着天幕，对太子朱标说道：标儿，你记下来，回头让教坊司排练，过年的时候别整那些哭哭啼啼的戏文，就给咱唱这个恭喜发财，听着就舒坦。现在车内气氛逐渐热烈起来，小四子虽然还不会唱，但已经完全被这首歌给洗脑了。他坐在后座上，小脑袋跟着节奏一点一点的，头上的发饰珠花也跟着乱颤。恭喜你啊，恭喜你！司机大叔跟着唱到了高潮部分，苏晨也忍不住跟着哼了2句。小四子看着小囊君和前面的鼠鼠都这么开心，他也受到了感染。虽然不懂歌词，但他学会了一句最关键的。就在歌曲间奏的时候，小四子突然伸出2只小手，学着大人的样子抱拳拱手，对着前面的司机大叔用那种超级大声、超级奶萌的声音喊道：鼠鼠，恭喜发财呀，拿红包来呀！噗！正在喝水的苏晨差点喷出来，这孩子学坏学的也太快了吧，这才几分钟啊，就知道要红包了。前面的司机大叔更是被这一嗓子给逗得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呦喂，这闺女太灵了，好，借你吉言，叔叔发财。等会下车，叔叔也没准备红包，这单给你们免个零头，哈哈哈！天幕下，大唐，李世民看着女儿那副拱手要红包的模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丫头在宫里教了那么多规矩，怎么一出门就变得这么市侩了，还跟人要红包？朕平时缺你钱了吗？长孙皇后却是笑得前仰后合，二郎，你看四子多机灵啊，他这是在
好彩头呢。你看那车夫多高兴，这说明咱们四子招人疼。不过长孙皇后有些好奇，那刘德华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做出如此让人过耳不忘的曲子？宋朝，苏轼正端着一碗东坡肉，听到这首歌，筷子悬在半空，妙啊！虽然词句粗鄙，但这韵律竟有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大俗即是大雅，这后世的过年听起来比咱们大宋还要热闹几分啊！就在这满车的欢声笑语和满天幕的吐槽震惊中，车子缓缓驶下了高架桥，拐进了一片繁华无比的商业区。到了，二位慢走啊！司机大叔十分热情地回头招呼了一声，脸上挂着那种被小四子刚才那一声恭喜发财逗乐后的灿烂笑容。苏晨解开安全带，先是推开车门，一股夹杂着些许寒意的空气瞬间涌了进来。外面的风雪似乎小了一些，但地上的积雪映衬着周围的灯光，将整个世界照得通亮。苏晨绕到后座，拉开车门，把裹成蓝色企鹅的小四子给抱了下来。小四子两只脚刚一落地，还没站稳，就不忘回过头，对着驾驶座里的司机大叔挥动着那只短的几乎看不见的小老手，小脑袋歪着，头上的双压系随着动作晃了晃，奶声奶气地喊道：“司机叔叔，拜拜呀，路上小心哦，记得要发财哦。”司机大叔被这一声酥到了骨子里，降下车窗，笑得见牙不见眼。哎，拜拜拜拜，小宝贝你也过年好啊，长大了肯定是个大美人。说完，大叔一脚油门，那辆白色的坐骑便融入了前方那宛如长龙般的车流之中。天幕下，大堂、立正殿，李世民看着那一溜烟跑没影的铁盒子，有些吃味的撇了撇嘴，算这车夫识相，还知道夸朕的四子是个美人。不过李世民话锋一转，眉头微皱，指着天幕中苏晨和小四子所站的地方，眼神逐渐变得凝重起来。这就是后世的事迹，这未免也太亮了吧！此时天幕中的画面已经随着苏晨的视角转向了那座巨大的万达广场。虽然是冬天，但这里简直比大唐的正午还要明亮。不仅仅是明亮，那是五光十色，是流光溢彩。巨大的玻璃幕墙上镶嵌着无数闪烁的灯带，变换着各种喜庆的图案。广场前的喷泉虽然停了，但周围的树木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灯笼和彩灯串，像是一颗颗火树银花。而在那广场之上，人全是人，密密麻麻的人群，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但和古人印象中那种乱糟糟、灰扑扑的流民不同，这里的人每一个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大红的羽绒服，亮黄色的呢子大衣，宝蓝色的冲锋衣，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像是一条流动的彩虹河。李世民瞪大了眼睛，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些都是平民，灌阴币，你看到了吗？那些人身上的衣服，红的、黄的、紫的，这些颜色在大唐可是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的。而且你看他们的面色，李世民死死盯着那些路人的脸，没有菜色，没有愁苦，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红润的光泽，那是营养充足的象征。大多数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有的手里提着大包小包，有的手里拿着那种发光的食物糖葫芦、奶茶，有的正举着那个黑盒子在自拍。一种前所未有的繁华气息扑面而来，这种繁华不是靠皇宫的奢华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富足撑起来的。盛世，李世民喃喃自语，眼眶竟然有些湿润。这就是1000多年后的盛世吗？百姓衣食无忧，满街欢声笑语，朕的贞观之治与之相比，竟显得如此寒酸。长孙皇后也是看得如痴如醉。作为女人，她关注的点更加细腻。二郎，你看那些女子的装扮。她指着几个路过的穿着汉服或者时尚大衣的小姐姐，她们的衣服虽然有些样式奇怪，但这布料看着就厚实暖和，而且她们笑得好自信啊，没有任何拘束，大大方方的走在街上，也不用戴围帽遮面。这后世的女子活得真恣意啊！大唐公主府，高阳公主和长乐公主凑在一起，眼睛里全是小星星。高阳公主指着一个路过的小姐姐手里的巨大的玩偶熊，阿姐，那个熊好可爱啊，比咱们宫里的布老虎可爱1万倍，我也想要那个。李励志则是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橱窗，那些房子全是用琉璃做的墙吗？太奢侈了，太美了，这哪里是市集，这分明就是天上的广寒宫啊！大秦咸阳宫，嬴政负手而立，眼中的震撼早已无法掩饰，这就是不需要长城的未来吗？他看着那人山人海的广场，看着那些毫无防备，甚至连一把佩刀都没有带的百姓，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竟然没有军队维持秩序，他们就不怕有刺客，不怕有暴乱？而且嬴政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巨大的 LED 广告牌上，那上面正播放着一个流量明星代言的化妆品广告，画面清晰度极高，那明星的脸比真人还大几十倍。那墙上为何有人像在动？是把人封印在墙里了吗？还是说那是神仙在向凡人传道？旁边的李斯早已经吓得瘫软在地，嘴里念叨着神迹，神迹根本无法用他那法家的脑袋来解释这一切。现在万达广场外，小四子被苏晨放在了地上，但因为人太多，苏晨没敢松手，一直紧紧牵着他那只裹在厚手套里的小手。小丫头昂着头，整个人都看傻了，她小嘴微张，哈出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变成一团团白雾，两只大眼睛根本不够用，一会儿看看左边那个会发光的大树，一会儿看看右边那个比城墙还高的大屏幕。哇，小郎君，这里好漂亮呀，好多灯，好多人。小四子虽然生在皇宫，见过上元节的花灯，但大唐的花灯那是烛火，光线昏黄且摇曳，哪里见过这种霓虹灯和 LED 灯组成的灯海？这种高饱和度、高亮度的光线冲击，对于古人来说，简直就是视觉上的降维打击。小郎君，那是什么呀？小四子指着广场中央一个巨大的充气的财神爷模型，那财神爷足有3层楼高，满脸喜气，手里捧着个大金元宝，还会动一动脑袋。苏晨笑道：“那是财神爷，就是专门管钱的神仙。过年了吗？大家都想求财神爷保佑，明年能多赚点钱。财神爷。”小四子眨了眨眼，若有所思。那刚才那个司机叔叔说的发财，就系求这个神仙吗？对喽，四子真聪明。苏晨捏了捏他的小脸蛋，走，咱们进去，外面冷，里面可是暖和的很。苏晨拉着小四子，顺着人流走向那扇巨大的旋转门。天幕下，大明、紫禁城，朱元璋看着那个巨大的充气财神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咱的娘嘞，这财神爷做的也太大了吧？这是用了多少布料？里面塞了多少棉花？这后世之人拜神都这么大手笔吗？马皇后却是笑着打趣道：“重八啊，你看那财神爷笑得多喜庆，这说明后世百姓日子过得好，心里有盼头，才把财神爷做得这么大。要是饭都吃不饱，谁还有心思弄这个？”朱元璋哼了一声，但眼神里却是掩饰不住的羡慕。咱大明什么时候也能这么热闹就好了。这满大街的人看着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伙食真好啊！呼，随着两人走进旋转门，
一步跨入商场内部，一股浓郁的带着香氛气息的暖浪瞬间扑面而来，这暖气比家里的地暖还要霸道，简直就像是一头扎进了春天的怀抱里。原本在外面被冷风吹得有些发红的小脸蛋，瞬间就感受到了温暖的抚慰。小四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又是一个哇！小囊君，这里也系春天吗？刚才外面还在下雪，这里怎么这么暖和呀？苏晨一边帮他把羽绒服的帽子摘下来，一边解释道：“这里面有中央空调，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的火炉，把整个房子都烤得暖暖的，所以在这里逛街不用穿那么厚。”说着，苏晨稍微帮他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开了一点，透透气，免得一会儿热出汗感冒啊。商场的一楼通常都是化妆品和珠宝专柜，明亮的灯光照在那些玻璃柜台上，折射出璀璨的光芒。那些金银首饰、钻石项链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简直要闪瞎人的眼睛。小四子虽然年纪小，但毕竟是公主，好东西也是见过的，但她还是被这里的亮给惊到了。在大唐，珠宝那是稀罕物，都是锁在箱子里的，可这里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摆在柜子里，而且好多好多，一排排，一列列，好像不要钱一样。小囊君，那些石头好亮呀，那个细夜明珠吗？小四子指着柜台里的一颗大钻戒问道。苏晨瞥了一眼那价格标签，嘴角抽了抽，那叫钻石，虽然不是夜明珠，但价格嘛，比夜明珠也便宜不到哪去。那是骗人，哦不是给新娘子结婚用的石头。小四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结婚用的石头，那一定很贵重吧？两人穿过一楼大厅，准备往扶梯方向走，去2楼的童装区。就在这时，一股香气突然钻进了两人的鼻子里，那是一种混合了黄油的浓香、焦糖的甜香，还有刚刚出炉的面包特有的麦香。这种味道对于任何一个碳基生物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更别提是一个刚穿越过来只吃了一碗面条，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小吃货了。咕噜噜，小四子的肚子非常不争气的再次发出了抗议，这次的声音比在家里那次还要大，还要响亮。小四子的小脸瞬间爆红，两只小手捂着肚子，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脚尖在地上蹭啊蹭。小囊君，杜杜他又不听话惹，他闻到香香的味道就叫惹。苏晨看着他这副萌死人的模样，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深吸了一口气，顺着香味看去，就在不远处，一家装修的粉粉嫩嫩，门口排着长队的网红面包店好利来，正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摆满了一盘盘精致的像艺术品一样的面包和蛋糕。走，苏晨大手一挥，直接改变了行军路线。买衣服虽然重要，但咱们不能饿着肚子买，民以食为天，咱们先去把这只叫唤的小肚子给填饱。苏晨拉着小四子直奔面包店而去。天幕下，大堂御膳房，御厨们正忙着准备晚膳，突然看到天幕上的画面，一个个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那是14，怎么看起来比咱们御膳房还要干净？那些摆在架子上的东西是食物，怎么一个个做的跟花一样？李世民此时也正盯着那家面包店，他看着那些颜色各异、形状奇怪的东西，眉头紧锁。那是吃的，看着黄澄澄的，难道是炸至金黄的酥山，还是某种糊饼？但糊饼哪有这么蓬松的？看起来软绵绵的，像云朵一样。这后世的食物怎么看着比咱们大唐的还要精细？大清御膳房，乾隆皇帝是个著名的吃货，他看着天幕上那些展示出来的甜点，尤其是那一个个粉红色的草莓蛋糕，还有那一层层起酥的牛角包，口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这是何物？朕吃遍天下美食，这东西朕怎么没见过？和珅，快给朕查查，这是哪里的贡品？看着甚是香甜，比朕的萨琪玛如何？和珅也是一脸苦相，皇上，奴才也没见过啊，那东西看着像是西洋那边的点心，但西洋点心也没这么好看啊。现代面包店内，苏晨牵着四子走进了店里，一进门，香气更加浓郁了。苏晨从门口拿起一个托盘，又拿了一个夹子，递给小四子，来，四子，这个夹子给你，想吃哪个咱们就加哪个，今天哥哥请客，随便拿，管饱。小四子两只手费力地抓着那个对他来说有点大的不锈钢夹子，像个即将上战场的战士一样，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会努力的。两人走到展示柜前，第一个柜子里摆满了一个个圆滚滚、金灿灿的甜甜圈，上面淋着粉色的草莓酱，还撒着彩色的糖针，在灯光的照耀下，简直就像是一个个精美的玉环。小四子瞪大了眼睛，把小脸贴在玻璃柜上，鼻子都挤歪了。哇，小囊君，这个系玉佩吗？怎么会有粉红色的玉佩呀？而且好香呀！苏晨笑道，这不是玉佩，这叫甜甜圈，是面粉做的，上面那个粉色的是糖，可甜了，要不要尝尝？要甜甜的。小四子毫不犹豫地点头。苏晨帮他打开柜门，小四子颤巍巍地伸出夹子，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夹起了一个粉色的甜甜圈，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托盘里。嘿咻，抓到你惹小粉圈，接着往前走，是一排脏脏包，黑乎乎的，上面撒满了可可粉，看着像是刚从煤堆里滚出来的。小四子嫌弃地皱了皱小鼻子，小囊君，这个系什么呀？怎么黑乎乎的？鸡掉在地上了吗？脏脏哒不能吃。苏晨扑哧一笑，这个叫脏脏包，虽然看着黑，但那是巧克力粉，吃起来可香了，就是吃完了嘴巴会变黑，像个小花猫。不想变小花猫，那咱们就不买这个。再往前是草莓奶油牛角包，酥脆的表皮切开，中间挤满了雪白蓬松的奶油，上面还顶着一颗红艳艳的新鲜大草莓，这个造型简直就是为了收割少女心而存在的。小四子的眼睛瞬间变成了爱心状，他指着那个草莓牛角包，激动的说话都结巴了。小囊君，那个白白的系什么？系云朵吗？还有那个红红的果子，好大呀，比阿爷赏给窝的还要大。苏晨看着那诱人的奶油，解释道，那个白的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吃起来像雪一样，入口即化。那个红的是草莓，来，这个必须安排上。苏晨直接加了2个，一个给四子，一个给自己。小四子看着托盘里那个像艺术品一样的面包，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奶油像雪一样，还能吃，他感觉自己的认知被刷新了。在大唐，最好的甜品大概也就是苏珊，但那个只有夏天才有，而且制作极难。可这里这么漂亮的云朵，居然就这么摆在这里，让人随便挑。天幕下，大唐立政殿，李世民看着那个草莓奶油牛角包，终于忍不住了。他转头看向长孙皇后，语气里充满了酸味。灌阴币，你说那奶油真的如雪一般入口即化？那牛奶不是星山之物吗？怎么能做出如此洁白蓬松的东西？还有那草莓，如今可是寒冬腊月啊！那红果子看着
着鲜嫩欲滴，分明是刚摘下来的。这后事难道真的四季如春，瓜果不绝？长孙皇后也是看得目不转睛。她虽然贵为皇后，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但这面包看着实在是太精致、太诱人了。那种蓬松感，那种色彩搭配，简直比宫里的点心高出不知道多少个档次。陛下，臣妾觉得咱们大唐的御膳房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怎么做出来的饼不是硬的崩牙，就是油腻腻的？看看人家这面包。长孙皇后轻轻叹了口气，若是四子能给咱们带回来一个尝尝，哪怕是一口也好啊。大明、紫禁城，朱元璋原本还在心疼钱，这会儿也不心疼了。他盯着那个脏脏包，若有所思，黑乎乎的巧克力，那是个啥玩意儿？不过那个甜甜圈看着不错，那是糖吧？那么多糖撒在上面，这得多少钱啊？在古代，糖可是硬通货，价格昂贵；而在后世，糖好像不要钱一样往上撒。这后世的日子真的是泡在蜜罐里啊！朱元璋吧唧了一下嘴，感觉手里的烧饼彻底不香了。马皇后啊，咱也想吃那个什么奶油，咱想尝尝那是啥滋味。现代收银台，小四子看着满满一托盘的面包，有甜甜圈，有牛角包，还有一个可爱的小老虎形状的豆沙包。他有些担心的抬起头，看着苏晨、小囊君，拿了这么多，会不会很贵呀？阿爷说过，不能浪费钱。四子只有几个铜板。说着，小丫头真的伸手去摸自己那个空荡荡的袖口，想要找钱。苏晨心里一暖，按住了她的小手。傻丫头，哥哥有钱，这点面包把你喂成个小猪猪都够了。苏晨掏出手机，对着那个扫码机，支付成功。走，找个地方，咱们先开动。苏晨端着满满当当的托盘，带着像个小跟屁虫一样的四子，找了个靠窗的圆桌坐下来。小祖宗，请上座。苏晨把那张看起来就很舒服的软皮沙发椅拉开，把依然裹得像个蓝色企鹅的小四子给抱了上去。小四子两只脚够不着地，在半空中晃啊晃的，两只小手规规矩矩的放在膝盖上，大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桌子上的那个草莓奶油牛角包，那是他刚才一眼相中的云朵面包。小囊君，这个真的可以吃吗？它长得好漂亮呀！小四子有些舍不得下手，在大唐这么好看的东西，通常都是拿来供奉或者赏赐的，哪里舍得真的吃进肚子里？苏晨看着他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忍不住伸手刮了刮他的小鼻子。当然可以吃，买来就是给你吃的，你要是不吃，那这只可爱的小草莓可就要哭了。说着，苏晨拿起那个牛角包，递到了四子的小手里，拿着直接咬，啊呜一口，把那朵云吃掉。小四子两只手捧着那个比他脸还要大的牛角包，像是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他凑近闻了闻，好香呀，那是甜甜的奶香味，还有清新的果香味。终于在美食的诱惑下，小四子张大了嘴巴，露出了几颗洁白的小乳牙。啊呜，一口咬下去，那种蓬松酥脆的牛角包外皮在齿间发出轻微的咔嚓声，紧接着便是那绵密顺滑、冰凉又带着浓郁奶香的奶油，瞬间充盈了整个口腔。小四子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那一刻仿佛有无数的小星星在他头顶炸开。好软，好滑，好甜，这就细云朵的味道吗？好吃。小四子含含糊糊的说道，嘴角沾上了一圈白白的奶油，看起来就像是个长了白胡子的小圣诞老人。小囊君，这个云朵好甜呀，比苏珊还要软，比蜜糖还要甜。苏晨看着他那副陶醉的小表情，心里也是满满的成就感。他自己也拿起一个脏脏包，一边吃一边笑着问道，好吃吧？这可是只有咱们现代才有魔法美食。那个红红的草莓呢？尝尝那个。小四子点点头，用小舌头舔了舔嘴角的奶油，然后对准那颗鲜红欲滴的大草莓，又是啊呜一口，清脆的果肉破裂声响起，酸甜适中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爆开，完美中和了奶油的甜腻。哇，这个果也好沏，好多水好新鲜呀！天幕下，大唐立正殿，咕噜一声极其不和谐的吞咽声在大殿内响起。李世民有些尴尬的捂了捂肚子，但眼睛却死死盯着天幕中那个被咬了一大口的牛角包，尤其是看到那洁白的奶油从四子嘴角溢出来，还有那颗鲜红的草莓被咬开后露出的鲜嫩果肉，作为千古一帝，他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但这玩意儿看着实在是太诱人了。灌阴币，李世民转头看向同样在咽口水的长孙皇后，语气幽怨，你说那奶油究竟是何种滋味？看着像是羊乳，但为何能凝固成云朵状？而且那么大一口咬下去，四子笑的眼睛都眯起来了，这定然是极品美味啊！长孙皇后也是有些失态，她手里正端着一碗刚刚送来的燕窝羹，原本这燕窝羹是她最爱喝的，清润滋补，但现在看着天幕里那蓬松柔软的面包，再看看自己手里这碗清汤寡水的东西，瞬间觉得索然无味。陛下，长孙皇后放下碗，叹了口气，臣妾不知那是何滋味，但看四子吃得如此香甜，想必是人间极品。咱们大唐的御膳房确实该好好学学了，整日里除了蒸就是煮，要么就是烤，那种蓬松如云的口感，臣妾这辈子还没尝过呢。大唐御膳房，此时的御膳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御厨们一个个面如土色，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因为就在刚才，李世民的贴身大太监传来了口谕，陛下有旨，这御膳房即刻研制云朵面包，若做不出那种如雪般洁白、入口即化的东西，而等今年的俸禄全扣，御膳房总管都要哭了。这臣妾做不到啊！那白乎乎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啊？羊奶煮开了也不是那样的，还有那草莓，大冬天的上哪去找那种红果子？这是要逼死臣等啊！大明紫禁城，朱元璋看着天幕，眉头紧锁，但嘴角却挂着一丝不明意味的笑容。嘿，这后世的小娃娃吃的倒是一脸福相。不过朱元璋指着苏晨手里那个黑乎乎的脏脏包，那个黑炭似的东西也能吃？咋看着跟从灶坑里扒拉出来的似的？这后世人口味挺重啊！太子朱标在一旁笑道：“父皇，那应该不是黑炭，您看那苏晨吃的津津有味，而且并没有吐出来。而臣猜测，那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香料，或者是像芝麻糊一样的东西。”正说着，天幕中的苏晨咬了一大口脏脏包，瞬间他的嘴巴周围甚至鼻子上都沾满了黑色的可可粉，整个人看起来滑稽极了。噗！朱元璋没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哈哈哈！这小子吃个饭咋还能把自己吃成个大花猫？这啥破点心啊？这是专门用来整人的吧？哈哈哈！笑死咱了！现代面包店，苏晨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明开国皇帝无情嘲笑了，他正忙着给小四子擦嘴。这小丫头吃的太投入了，那奶油沾的到处都是，连小鼻尖上都顶了一点。来，别动，哥哥给你擦擦。